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？这一剪子下去全是芝士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正好我也在北京，今天就替大家去尝一尝。应该就是这一家了。兄弟们，人真的好多哦！我下午3点40不是饭点来的，前面都还要等10桌。这家店里面的环境也是挺不错的，旁边还有一个夹娃娃机。他们这边的话是扫码点餐。我点了3样东西，一个是我们之前看的北海道芝士永源鸡，还有一个鲷鱼烧和一个奶酪鸡蛋卷。本来想点那个香水叶冰的，但是他说5点之后才有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吃到5点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别的不说，就这个北海道芝士永源鸡啊，真的跟视频里面一模一样。这是怎么吃啊？直接吃就行，用那个鸡肉蘸这个奶油芝士吃。面包的话可以加个那个鸡肉吃。行。先夹一块面包，再来一块年糕，鸡肉肯定要裹满芝士。先试试看它的年糕，还行，就是普通年糕。接着来一块鸡肉，裹上面包一起来试一下。在这里我要说一下，虽然一口吃下去芝士直接爆开很爽，但是这个芝士和面包只有单纯的奶香味，就特别容易让人觉得腻。然后它的鸡肉又是辣口的，这种感觉吃上去的话就有点像是牛奶里面加的辣椒。我个人建议，如果把面包或者芝士换成甜口的话会更好吃一点。我觉得好吃，但是不完全好吃。你们有听说过龙吟草莓吗？据说这是一道分子料理，而且得名于吃过它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龙吟声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试试看。首先第一步需要我们把草莓上的黑桃取下来备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敢相信15分钟就取了6个，这么取下去不得取到明天啊？所以我要认真了，特地买了一整套去黑桃套装。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15年手艺人的精湛技巧。热爱105度的你 Tomorrow， 终于去完了，其实也不是很难，就是右手灰飞烟灭了而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没试过无籽草莓的味道哎。这个味道跟普通草莓没有一点区别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步要干什么，把无籽草莓切成小块。现在抠出来还来得及吗？接下来的步骤我就不详细说了，简单来说就是做个果冻放入冰箱，下个果酱放入冰箱，搅拌芝士放入冰箱，最后再把芝士草莓夹心裹上草莓酱，我们的龙吟草莓就完成了。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和视频里面的一模一样啊。我都做出来了，尝尝看吧。感觉要来了，根据刚才发出来的叫声，我做出来的应该不是龙吟草莓，而是传说中的南庭须梅。那是真正做到了还原草莓的味道。所以大家要是没什么大病的话，还是直接吃草莓吧。最近好多粉丝问我为什么不更新了，不是我不想更啊，主要是不知道要拍什么了。干脆今天祝哥给大家拍个变装吧，主要是怕大家太久没看都忘记我其实是个颜值博主了。让那份已带走夜似水。只用3句话就让女人为我花了18万。我是一个精通人性、善于让女人为我花钱的男讲师。那天我走在路上，一个女孩突然跑过来问路，我看了一眼她，杏仁眼、樱桃嘴、JK 裙、渔网袜，很明显嘛，就是故意打扮成我喜欢的样子，然后借问路来找我搭讪的。而我呢，作为人类高质量男性的天花板，接下来只要3句话就能够立马让她爱上我。首先我对她说我是嫩爹，这一波答非所问，直接认清，拉近关系，我在大气层。她听到之后立马就激动了起来，让我再说一遍。很显然我已经成功调动了他的情绪，你们是不知道一个能够操控别人情绪的男人是有多恐怖。为了加深这个事实，我又对他说了一遍我是嫩爹。他说最后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说一遍。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，他只是比较羞涩，所以不敢相信，从而通过反复询问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罢了。
为了让他能够得到安全感，我还是对他说我是嫩爹。这一次他没有再克制自己，直接动手把我打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光是医疗费就花了18万。关注我，教你更多理财知识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学校一直秉承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，所以即使在40多度的夏天里，也仍然坚持不开空调。整个教室就2台破风扇，热的二哥啊像条老狗一样趴在桌子上吐着舌头。既然学校不作为，那就只能靠个人。有的同学带小电风扇，还有的带桶来接水泡脚的。二哥深受启发，买了个充气游泳池，打算在教室里泡澡，结果气刚打一半就被抓走了，游泳池还被没收了。作为王的男人，我对他们狼狈的样子嗤之以鼻。正所谓心静自然凉，只要我什么都不想，慢慢的闭上眼睛放空自己，根本就不会感觉到热，好吗？然后我就在学校医务处醒过来了，他们说我中暑晕过去了。二哥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是他打算跑到校长办公室偷空调遥控器。可是当他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口时，发现校长办公室大门紧锁着，就连窗帘也紧拉着。透过缝隙，二哥发现了里面惊人的一幕，校长和副校长正躺在他的游泳池里面数着钱，嘴里还念叨着终于够了。这可把二哥气坏了，原来他们不开空调是为了省下电费自己享受。二哥决定曝光这一切，于是他偷偷把这一幕拍了下来，并上传到了学校贴吧，标题取名为震惊校长办公室的恋情竟是不正当交易。一时间校长和副校长男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校，并还涉及到较大金额，就连有关部门都介入调查。让人惊讶的是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校长竟然无罪。有关部门解释，校长之所以不开空调是为了省下电费，给环卫工人的宿舍装上空调，因为环卫工人每天都要顶着大太阳为我们打扫卫生和倒垃圾，为我们良好的学习环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而且校长也和我们一样不开空调，省下了这笔钱之后，学校也给我们开启了空调。不仅如此，校长还自掏腰包请全校师生吃西瓜，误会解开了，一时间大家其乐融融。但是二哥还是不服，说凭什么环卫工人的宿舍有空调，自己的没有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校长终于答应了给他宿舍也装空调。就这样，二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环卫工人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店，据说是按心情给你挖提拉米苏。先别管他的心情怎么样，当我知道这一块要50块钱的时候，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。为了不让大家再上网红店的当，今天柱哥就来教大家做一种巨好吃的提拉米苏。首先把马斯卡彭倒入碗中，搅拌开来，接着在盆里加入3个蛋黄和60克白糖，把它们搅拌均匀，然后还要加咖啡酒，但是我家只有这种红色瓶子的酒，咱也不知道是什么酒，我爷爷留给我爸的，他俩都不喝，估计不是好酒。有干脆全倒了做提拉米苏好了。我爸要是知道我用家里不喝的酒给他做提拉米苏，一定会笑口常开的。接着到最麻烦的打发部分了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部分很累，那么柱哥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省力小技巧。首先按一定的方向使劲旋转，找到感觉后加大力度，接着由于惯性的影响，它会自己转起来，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？然后再把打好的蛋液和马斯卡彭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的慕斯部分就完成了。接着到蛋糕部分，首先让我们把拇指蛋糕沾上一点咖啡，然后铺满一层之后再铺上一层慕斯，以此往复直至装满容器。接着放入冰箱冷藏3小时，最后撒上可可粉，我们的提拉米苏就完成了。终于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尝一口。哇，这一勺下去真的太满足了。巨好吃，感觉比外面卖的还好吃，我得赶紧打电话让我爸回来吃。喂，一定是隔壁新搬来的兄弟又在蹦迪了，吵得我连打个电话都听不清。不过没关系，幸好我买了新出的 vivo TWS21， 这款耳机采用 12.2 毫米超大声音单元 Deep X 2.0 立体音效，智能降噪，最长27小时超长续航，支持多设备双连接，超轻无感佩戴，长时间使用耳朵没有胀痛感。我给你做了提拉米苏，赶紧回来吃吧。真的呀？你用啥做的呀？我就是用了你柜子里面那瓶红色的酒啊，味道好极了。你给我等着，看我回家不收拾你。我爸为什么说要打死我就挂了电话呢？